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一、人工智能利用人类心理学打破规则。据财富杂志报道，人工智能正利用人类心理学突破传统规则。AI 通过分析人类行为模式和心理偏见，设计出更具吸引力的算法，从而影响决策。例如，推荐系统利用心理触发点，增强用户粘性，甚至操纵选择。研究显示 ，AI 能精准预测用户反应，优化广告和内容推送。专家警告，这种技术可能引发伦理问题，如隐私侵犯和过度操控，呼吁加强监管，以平衡创新与道德。尽管 AI 带来效率提升，但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需警惕心理操控的滥用。二、英国2025年夏季最热气候变化成罪魁祸首。据欧洲新闻报道，2025年英国夏季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纪录，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主要原因。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多地热浪频发，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引发干旱和野火。气候学家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加剧了全球变暖，使极端天气更加频繁。政府面临压力，需加速减排和适应性措施，如改善城市绿化和水资源管理。公众呼吁采取更积极的气候行动，以应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三、特朗普通过芯片法案获得英特尔股份。据 The Week 报道，特朗普通过芯片法案获得英特尔公司股份，引发争议。该法案旨在推动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巨额补贴。特朗普据称利用政策影响力获取英特尔股份，价值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批评者认为此举存在利益冲突，质疑其合法性与透明度。支持者则辩称，这反映政策对企业的激励效果。事件引发对政府与私营企业关系的新一轮讨论，监管机构可能展开调查，以确保公平性。四、美国为乌克兰做好能源战准备。据乌克兰 RBC 报道，美国正积极协助乌克兰应对潜在的能源战威胁。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可能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美国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增强乌克兰电网的韧性。措施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发电机、修复受损设施的物资，以及加强网络安全，以防范针对能源系统的网络攻击。美国还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乌克兰在冬季维持能源供应。专家表示，这些准备旨在减少战争对乌克兰民用能源系统的破坏，确保居民生活和经济运行。五、法官裁定特朗普在洛杉矶部署军队非法。据纽约时报报道，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在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违反法律。2025年6月，特朗普以平息移民抗议为由，部署4000名国民警卫队和7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违反了1878年禁止军队参与民事执法法。法官布雷耶指出，抗议活动不构成叛乱，地方警方足以应对。加州州长纽森称此裁决捍卫了州权，但特朗普政府计划上诉，称此举为保护城市安全。六、人工智能为耐药细菌创造新抗生素。据葡萄牙新闻日报报道，人工智能技术为对抗耐药菌开辟新路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利用生成式 AI 设计出36种新型抗生素，针对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和淋病耐色菌显示出潜力。这些化合物通过破坏细菌细胞膜的新机制发挥作用，与现有抗生素结构不同。研究筛选了3600万个候选分子，剔除对人体细胞有毒的成分。专家表示，这为应对全球抗菌素耐药性危机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未来将进一步优化候选药物。七、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以换取和平。据挪威晚邮报报道，俄罗斯提出乌克兰需割让领土以换取和平协议，引发国际关注。俄方要求乌克兰放弃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4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尽管俄军未完全占领这些区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明确拒绝，强调宪法禁止割让领土，并坚持先停火再谈判。欧洲盟友支持乌克兰立场，认为强行改变国际边界不可接受。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议领土交换，但未获乌克兰同意。专家警告，俄方立场可能延长冲突，威胁地区稳定。8. 特朗普的沉默引发了人们对健康的猜测。据荷兰 RTL 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减少公开露面，引发对其健康状况的猜测。过去数周，特朗普取消多场公开活动，仅通过社交媒体发表简短声明，引发媒体和公众关注。一些分析人士猜测其可能因健康问题或政治策略而保持低调，但白宫未予回应。此前，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因高强度日程引发疲惫担忧。批评者认为，缺乏透明度可能影响公众对政府运作的信任，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正常休息。健康传言持续发酵，需更多信息确认。9. 法官推翻特朗普冻结哈佛大学助学金的裁决。据 CNBC 报道，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冻结哈佛大学2.6亿美元助学金的决定违法，恢复资助。特朗普以哈佛反美课程为由下令冻结资金，引发学术自由争议。法官认为此举违反行政程序法，且无充分证据支持指控。哈佛大学表示，助学金用于支持低收入学生，冻结令威胁教育公平。特朗普团队计划上诉，称此举为保护爱国教育。此案引发对政府干预学术机构的广泛讨论，凸显行政权力与学术自由的紧张关系。10. 法院命令谷歌共享搜索数据。据瑞士广播公司 SRF 报道，联邦法官命令谷歌与其竞争对手共享部分搜索数据，以促进在线搜索市场的竞争。美国地方法官阿米特梅塔裁定，谷歌不得继续签订排他性协议，禁止设备制造商预装竞争对手产品，同时需向合格竞争对手提供搜索索引和用户交互数据，但不包括广告数据。此举旨在削弱谷歌在搜索市场的垄断地位。尽管谷歌无需出售 Chrome 浏览器或 Android 系统，谷歌对此表示担忧，称数据共享可能影响用户隐私，并计划上诉。裁决还指出，生成式 AI 的兴起已改变市场环境，增加了竞争压力。11. 尽管以色列存在，法国仍将承认巴勒斯坦。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公司 RTP 报道，法国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尽管以色列对此强烈反对。法国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法国强调，承认巴勒斯坦不意味着否认以色列的存在，而是寻求两国方案的平衡。以色列政府警告，此举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外交关系。分析人士认为，法国的决定可能鼓励其他欧洲国家效仿，但也可能引发与以色列的贸易和政治摩擦。巴勒斯坦方面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历史性一步。12. 法院阻止特朗普使用旧法律驱逐委内瑞拉人。据美联社报道，联邦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不得使用1940年代的公共卫生法律驱逐委内瑞拉移民。法官裁定，该法律原用于控制疾病传播，不适用于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该法律快速驱逐超过10万名委内瑞拉人，理由是边境卫生风险。移民权益团体称此举违反人权，剥夺了难民申请庇护的机会。法院命令要求政府恢复正常移民程序，确保合法审查。特朗普团队表示将上诉，称此举为维护国家安全，裁决可能影响其他移民政策的实施。13. 哈马斯承诺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人质。据日本路透社报道，哈马斯承诺释放被其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人质，作为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哈马斯表示，将在加沙地带释放包括以色列裔美国人埃丹·亚历山大在内的部分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这一承诺得到美国特使亚当·伯勒的肯定，称其为迈向停火和恢复人道主义援助的积极步骤。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撤出部队。协议细节仍在谈判中，涉及人质和囚犯交换的具体人数及条件尚未完全明确。专家指出，此举可能缓解加沙紧张局势，但停火协议的稳定性仍存疑。14. 俄罗斯将帮助中国超越美国核力量。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计划通过技术合作和资源共享，帮助中国增强核力量，
挑战美国在全球核领域的领先地位。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包括联合研发先进核技术和战略武器系统。俄罗斯专家表示，此举旨在平衡地缘政治力量，尤其是在美中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官方未明确回应，但强调其核政策以防御为主。分析人士警告，这种合作可能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加剧全球安全紧张局势。美国已对此表示关注，称将密切监控中俄军事合作动向。15. 尿液检测可检测前列腺癌，避免活检。据 Medical Express 报道，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型尿液检测方法，可有效识别前列腺癌，减少侵入性活检的需求。该技术通过分析尿液中的生物标记物，利用 AI 算法检测癌细胞特异性信号，准确率达 90% 以上。研究团队表示，这种非侵入性方法不仅能早期发现前列腺癌，还能降低患者的不适和医疗成本。初步试验显示，该检测对高风险人群尤其有效。专家呼吁进一步验证以推广应用，预计未来几年内可进入临床使用，为前列腺癌诊断带来革命性改变。16. 欧盟法院批准美国数据传输协议。据路透社报道，欧盟法院批准了欧盟与美国2年前达成的最新数据传输协议，驳回了有关美国监控法律不符合欧盟隐私标准的法律挑战。卢森堡的普通法院裁定，该协议为跨大西洋个人数据传输提供了足够保护，适用于银行、技术公司等商业用途。此前，欧盟与美国的安全港和隐斯顿协议因隐私问题被废除。法国议员菲利普·拉通被质疑新协议的独立性，但法院支持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美国对数据的保护已达标。此裁决为数千家依赖数据传输的公司提供法律确定性，但隐私倡导者可能继续挑战。17. 以色列建造秘密核设施。据瑞典晚报报道，以色列被指在沙漠地区秘密建造核设施，引发国际关注。消息称，该设施可能用于核武研发，位于内盖夫沙漠，远离国际监督。报道基于卫星图像和匿名消息来源，显示设施拥有地下结构和高安全防护。以色列官方未证实或否认，遵循其一贯的核模糊政策。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调查此事，但以色列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限制了检查权限。分析人士担忧，此举可能加剧中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在伊朗核协议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18. 美国限制对华芯片设备出口。据 CNBC 报道，美国宣布对华半导体行业实施第3次限制，禁止向140家中国公司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此举旨在阻止中国发展可用于军事现代化的半导体技术。受影响公司包括华为的合作伙伴思威科技和深思科技。新规还限制 AI 芯片用高带宽存储器出口，影响三星等公司。美国与日本、荷兰协商后，部分盟友或豁免。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此举为保护国家安全，但不以损害中国经济为目标。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此举为武器化贸易，扰乱全球供应链。19. 俄罗斯在峰会期间攻击乌克兰。据瑞典每日新闻报道，俄罗斯在美乌领导人峰会期间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加剧紧张局势。乌克兰军方称，俄军发射近600架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包括基辅、扎波罗热等多个城市，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扎波罗热一住宅楼被击中，引发火灾，1人死亡，24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方此举为羞辱外交努力，意在破坏和平谈判。俄方则称袭击目标为军事设施，并指责乌克兰拒绝谈判。此前，特朗普推动的俄乌领导人会晤未获进展，俄方拒绝停火提议。乌克兰强调需全面停火作为谈判前提，冲突前景仍不明朗。20. 中国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零部件。据乌克兰 RBC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中国通过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零部件支持其对乌战争。情报显示，中国提供约 90% 的无人机微电子元件及关键零部件，总值超2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维持无人机生产和攻击能力。此外，中国通过购买俄罗斯石油为俄战时经济提供支持。
泽连斯基因此拒绝中国作为乌克兰安全担保国，称其未在关键时刻提供援助。乌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俄制裁，限制其获取关键技术。中方未直接回应指控，仅表示愿通过联合国参与维和行动。分析人士担忧，中俄合作可能延长冲突。21，Ecom 获得 3.2 亿美元用于量子增长。据 CNBC 报道，芬兰量子计算公司 Ecom 获得3.2亿美元融资，用于加速量子技术研发和市场扩展。此次融资由淡马锡、ICT 等领投，旨在推动 Ecom 在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先地位。公司计划将资金用于开发新型量子处理器，提升计算性能，并扩展在欧洲和亚洲的业务。Ecom 的量子计算机已在科学研究和工业应用中展现潜力，如优化供应链和药物研发。首席执行官表示，此轮融资将帮助公司应对全球量子技术竞争，特别是在 AI 和加密领域的应用。专家预计，量子计算市场将在未来10年迅速增长。22，教育经费削减将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据瑞士24小时报报道，全球教育经费削减预计将导致数百万人面临失业风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由于主要捐助国削减教育援助预算，全球教育系统面临危机。2026年教育官方发展援助预计下降 24%， 即32亿美元，导致约600万儿童失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面临大规模裁员，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和冲突地区。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播，还与就业、健康等服务密切相关。专家呼吁国际社会重新优先考虑教育投资，以避免长期经济和社会后果。削减可能加剧贫困和不平等，威胁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23，种族灭绝宣言后，加沙死亡人数上升。据 CBS 新闻报道，加沙地带在种族灭绝宣言后，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联合国报告称，以色列军事行动导致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恶化。过去数月，死亡人数已超4万，多数为平民，包括大量儿童。医院和学校被毁，粮食和医疗物资短缺。联合国人权专家指责以色列行动可能构成防止出生的种族灭绝行为，出生率下降 41%。以色列否认指控，称其目标为哈马斯军事设施。国际社会呼吁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但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地区局势仍极度不稳。24， WhatsApp 修复了针对 Apple 用户的间谍软件。据美联社报道， WhatsApp 修复了一个针对苹果用户的严重间谍软件漏洞。该漏洞允许黑客通过恶意视频通话入侵 iPhone 和 iPad， 窃取用户数据，包括消息和位置信息。Meta 公司确认已发布补丁，敦促所有用户更新至最新版本，以确保安全。漏洞由网络安全公司发现，影响全球数亿苹果设备用户。此事件再次引发对数字隐私和应用程序安全的担忧。专家建议用户启用自动更新，并避免点击可疑链接，以防止类似攻击。WhatsApp 强调将继续加强安全措施，以保护用户。25，小鼠大脑图谱揭示了广泛的决策过程。据 phys.org 报道，科学家通过绘制小鼠大脑中20万个神经元及其5.23亿个连接，揭示了广泛的决策过程。研究聚焦于小鼠前额叶皮层，构建了详细的神经网络图谱，发现其背侧角区 DP 作为网络枢纽，整合来自嗅觉、听觉和空间定位等区域的输入，调控应激反应和目标导向行为，如注意力和社交互动。这一图谱为理解大脑如何协调决策和行为提供了基础。数据已公开供全球研究者使用，未来可用于验证皮层功能的计算模型，推动神经科学发展。26，伊朗增加净武器级铀库存。据 WAV 报道，联合国核监察机构 IAEA 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伊朗在6月13日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前，增加了净武器级铀库存。截至6月13日，伊朗 60% 纯度铀库存达972磅，较5月增加 71.2磅，仅需进一步提炼至 90% 即可制造核弹。报告称，由于伊朗暂停与 IAEA 合作，核查人员无法全面验证库存数据，引发严重关切。
IAEA 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敦促伊朗尽快恢复全面核查。伊朗和欧美国家计划下周继续谈判，但若月底前未达成协议，欧洲可能启动制裁回弹机制。27，联合国委员会，朝鲜进行残疾人实验。据希腊 Naftim Poki 报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布报告，指控朝鲜在秘密设施对残疾人进行生物和化学实验，以测试武器效果。报告基于脱北者和情报数据，称这些实验违反国际人权法，可能构成反人类罪。朝鲜官方否认指控，称报告为政治抹黑。联合国专家呼吁国际社会调查并施压朝鲜停止此类行为，但朝鲜非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成员，调查面临困难。报告还指出，朝鲜可能将类似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引发全球安全担忧。28，习近平与普京讨论长生不老和器官移植。据 BBC 报道，在北京阅兵典礼前，习近平与普京、金正恩的为修剪直播画面引发热议，三人讨论长生不老与器官移植。普京称器官移植技术可让人越活越年轻，甚至长生不老。习近平回应预测人类本世纪可能活到150岁，话题涉及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进步。普京对此表示兴趣，外界质疑对话是否与敏感的器官来源问题有关。鉴于中国器官移植争议的长期存在，专家指出，此类讨论可能反映中俄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合作意图，但也引发伦理和透明度担忧，需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29，西海岸各州成立健康联盟。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宣布成立健康联盟，旨在应对联邦医疗政策不确定性。联盟将整合资源，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重点解决心理健康、药物滥用和无家可归者医疗问题。3州计划共享数据和技术，优化医疗系统效率，并推动低成本药物开发。加州州长纽森表示，联盟旨在确保居民获得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尤其在联邦政策可能削减资金的背景下。专家认为，此举可能为其他州提供合作模板，但面临联邦法律和预算挑战。30，阿尔茨海默氏症药物现可在家中自行注射。据《时代》杂志报道， FDA 批准的阿尔茨海默氏症药物 Leqembi 现可通过皮下注射在家使用，为患者提供更便捷的治疗方式。此前 Leqembi 需每月在医院通过静脉输注给药，新批准的皮下注射版本每周1次，患者或看护者可在家操作，降低医疗成本和时间负担。研究显示 Leqembi 可减缓早期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认知衰退约 27%， 但需持续监测副作用，如脑水肿或出血。专家表示，这一进展将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呼吁加强培训以确保注射安全。31，乌克兰火箭燃料在丹麦开始生产。据 NL 号报道，乌克兰与丹麦合作，在丹麦启动火箭燃料生产，以支持乌克兰航天和国防工业。项目由乌克兰国家航天局与丹麦企业联合推进，首批生产设施已投入运营，计划年产数百吨高性能固体燃料。乌克兰表示，此举将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增强自主研发能力。丹麦政府强调，合作不仅支持乌克兰，还推动了欧洲航天技术发展。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背景下，此项目可能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和航天能力，但需警惕供应链安全风险。32，金正恩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据路透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与俄罗斯官员会晤时重申，朝鲜将全力支持俄罗斯，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中。金正恩表示，朝俄关系进入新阶段，两国将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深化合作。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俄罗斯感谢朝鲜支持其特别军事行动，并承诺扩大双边贸易。国际社会担忧，朝俄合作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并加剧全球军备竞赛。联合国安理会计划讨论相关制裁措施，但中俄可能否决。